今年7月，天文学界被一项惊人的发现震撼了。一个神秘而怪异的天体闯入太阳系，天文学家们严正警告，全人类都应关注这位不速之客的动向。这个闯入者代号3 ILAS 是人类有史以来观测到的第3个星际天体，它来自遥远的恒星系之外，正以惊人的速度逼近太阳。许多人不禁要问，它会是第2个奥陌陌吗？或者这竟会是某种外星文明的探测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颗星际来客的神秘面纱，深入探索其中隐藏的真相。要回答这些疑问，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前2位星际访客留下的谜团。8年前的2017年10月，人类首次发现了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神秘天体。夏威夷的泛星计划望远镜在临近地球的轨道上捕捉到一个高速掠过的微弱光点，天文学家把这个不速之客命名为奥陌陌，在夏威夷语中意为远方来的信使。它是第1个被确认的星际天体，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全球的好奇与轰动。要知道，此前人类从未正式记录过来自太阳系外的访客，奥陌陌的出现等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天文研究领域。奥陌陌究竟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摸不着头绪。最初它被归类为小行星，因为观测时并未看见它有任何彗星般的尾巴或气体释放。然而，它的行为却非常反常。首先，奥陌陌的轨道极为特殊，高速掠过太阳后直接飞向星际空间，并不绕行太阳，显示它不受太阳引力束缚。在接近太阳时，它的速度高达每小时约9万公里，约每秒25公里，远超一般小行星和彗星。更令人惊奇的是，它离开太阳时出现了诡异的加速，仿佛受到某种额外推力影响，但望远镜却没探测到明显的气体喷出。其次，它的形状也让人瞠目戚戚。根据亮度随时间的变化推测，奥陌陌可能细长如雪茄，长度是宽度的数倍，也有模型认为它扁平如尖松饼状。不论哪种形状，都意味着它和我们熟知的天体样貌大相径庭。形状怪异，莫名加速，没有彗尾，种种迹象让奥陌陌平添神秘色彩。在那短暂的数周观测期内，它的亮度每约7到8小时出现一次明暗周期，显示它可能在自转，且形状细长不对称。由于体积小又高速远离，奥陌陌在2017年末很快变得过于暗淡，难以继续追踪观测，最终消失在望远镜的视野中。如此离谱的特性，自然引发各种大胆假设。有人猜测奥陌陌是某种从其他恒星系抛出的彗星碎片，经过漫长旅程耗尽了表面易挥发的冰，所以看不见彗尾。也有天文学家提出更奇特的理论，奥陌陌会不会其实是外星文明制造的飞行器？这个想法听起来天马行空，却并非毫无根据。一位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便公开推测过，奥陌陌可能是一艘轻型太空帆船，利用星光或某种核能推进，在星际间航行。他指出奥陌陌的非重力加速现象很符合太阳光压推动薄片物体的效果，仿佛一张人造的帆在阳光下受力。有趣的是，早在1973年，科幻大师亚瑟·克拉克就在小说《与拉玛相会》中虚构过一艘外星飞船闯入太阳系的故事。奥陌陌的发现令许多人联想起这部小说仿佛成真，当时媒体甚至以现实版拉玛来称呼奥陌陌。然而，大多数科学家仍持怀疑态度，因为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它是人造物，而且更简单的自然解释或许就能说明它的古怪行为。经过几年的研究，科学界逐渐提出了几种自然模型来解开奥陌陌之谜。其中一个最新的解释是，奥陌陌其实是一块富含水冰的天体，但长期在星际空间暴露于宇宙射线，导致水冰逐渐分解出氢气并储存在内部。当奥陌陌靠近太阳受热时，内部氢气大量溢出，提供了微弱但足够的推进力，令其轨道出现细微的加速偏差。由于喷出的是无色无味的氢气，人类望远镜无法直接观测到，就好像它在真空中凭空加速一般。此外，也有科学家提出，奥陌陌可能是一团松散的宇宙尘土，由极轻盈的尘埃碎片凝聚而成，密度极低，质量很小，容易受太阳辐射压和等离子体影响轨道。
还有人猜测它或许是某颗遥远行星，如类冥王星天体上被撞击喷出的弹冰碎片，在漫长旅途中逐渐升华减重，因而密度低且未留下明显尾迹。尽管奥陌陌在大众话题中一度被渲染为外星飞船，科学界目前更倾向于相信它是一个特殊但自然形成的天体。奥陌陌带来的震撼逐渐平息，但它留下的疑问余韵悠长，激起人们对星际来客的浓厚兴趣。原来宇宙中真的有来自别处的信使，那下一个何时会来？人们没想到的是，第二个星际访客如此之快又出现了。2019年8月，一位乌克兰裔的业余天文爱好者根纳季·鲍里索夫在克里米亚使用自己制作的望远镜，意外发现了一颗拖着明显彗尾的模糊星体。轨道计算显示，这颗后来命名为 2I Borisov 的天体轨迹也是开放的双曲线，明显不属于太阳系。这正是人类记录到的第二颗星际天体。与奥陌陌不同的是，鲍里索夫彗星看起来更像我们熟悉的彗星，它有着凝固的彗核、弥漫的彗发和拖曳的长尾，在进入太阳系时就开始大量释放气体与尘埃。科学家透过光谱分析鲍里索夫彗星的化学成分，发现其中一氧化碳含量异常的高，估计浓度比典型太阳系彗星高出10数倍。这意味着鲍里索夫可能来自一个富含挥发物质且极度寒冷的恒星系统，或许相当于别的太阳系边缘，比如我们太阳系的奥尔特云孕育出的彗星。除了成分上的差异，整体而言，鲍里索夫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常的彗星，只不过来自异乡。它的亮度变化、运行轨道、彗物结构都符合彗星的常规表现。科学家一路观测到2020年中，鲍里索夫彗星逐渐远离太阳，变暗消失。在离开太阳系前，它甚至出现了解体迹象，可能在太阳的炙烤下分裂为碎片，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旅途。相比奥陌陌的诡谲莫测，鲍里索夫证实星际天体并非都那样不可理喻，至少有些外星系的彗星和我们自己的一样，中规中矩。接连2次的发现让天文学家意识到，星际来客并非稀世奇珍，也许从前就有许多闯入者擦身而过，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奥陌陌和鲍里索夫相继现身后，人们推测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星际物体造访。我们的观测能力愈发提升，新一代巡天望远镜将让人类更敏锐地捕捉到这类过客的踪迹。果然，时间来到2025年，人类迎来了第3位星际访客，这就是近期引发轰动的3I TESS 彗星。3LACE 是在2025年7月由夏威夷大学主持的 ATLAS 巡天计划首先发现的。ATLAS 是一组专门用来扫描夜空、及早发现接近地球的小行星和彗星的自动望远镜系统。7月1日，设在智利的一架 ATLAS 望远镜率先报告，在天空中捕捉到这颗特殊彗星。起初，它被系统临时标记为 A16P3Z 物体。由于刚发现时轨道尚未精确计算，一度有人担心它会不会靠近地球，还曾被暂时放到近地天体确认清单上。所幸各地天文台迅速跟进观测，很快就得到准确轨道解算结果，排除了撞击可能。而更大的惊喜是，它的轨道明显呈双曲线形状，也就是说，这种路径是开放的，它只是掠过太阳便将远去，并非一颗会被太阳引力长期束缚的天体，并非太阳的俘虏。7月2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宣布这项发现，将其列为第3颗星际天体，给予编号 3I， 并以发现计划命名为 ATLASA 彗星。值得一提，这个 I 类别是2017年奥陌陌出现后才增设的特殊编号。当年天文学界意识到需创立一套全新分类来收纳这类横空出世的外来天体，于是有了 1I 奥陌陌。随后的鲍里索夫彗星被编为 2I， 而如今 ATLAS 顺理成章地成为 3I。 随着未来更多星际访客现身， I 字头的清单也将继续扩充。值得一提的是，在 ATLAS 发出初始报告后，全球各地的天文台和业余观测者立刻投入追踪。国际小行星中心在几天内就收集了上百笔观测资料，使得轨道计算迅速而精确。这种国际协作的速度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也反映出
台现代天文观测网络的强大。其实在 Atlas 发出报告前，这颗天体已经悄然多次现身于其他观测数据中，只是未被及时认出。事后科学家在数据库中找出，在6月中下旬，加州理工的 ZTF 巡天和其他 ATLAS 望远镜都曾拍到过这个移动的光点，但由于当时它正经过银河系中心附近的一片稠密星场，背景天区繁星密布，淹没了彗星的身影，以至于当时没有人注意到那颗不起眼的小点竟是来自星际的访客。可以说 3ITLAS 差一点就这样错过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件趣事，美国新建的路比恩天文台恰巧在试运行期间拍摄到了 Atlas 彗星的影像。如果路比恩的测试在提前2周，它本可以抢在 ATLAS 系统之前发现这颗星际彗星。这些故事说明，随着愈来愈多先进设备上线，未来类似发现将更为频繁。可以预计，随着 LSST 等新系统的全面上线，我们侦测星际来客的频率将大大提高。或许再过几年，每当一颗外来天体飞入太阳系，都不会逃过巡天网络的法眼，而人类天文学家将接连获得研究这些宇宙信使的宝贵机会。当 Sunless 被首次探测到时，它距离太阳约 6.7 亿公里，已经位于木星轨道之内。它正以每秒约60公里的高速向内太阳系疾驰，相对太阳的速度甚至比前2位星际访客更快。按照这个速度， 3IATLAS 仅需几年就能穿越整个太阳系。它的运动轨道平面碰巧与太阳系行星的黄道面非常接近，仿佛贴着我们行星盘的盘面飞来一般。这种巧合让少数人浮想联翩，难道真的是某种智慧在刻意将它导向我们太阳系？不过从统计上说，星际物体来自各个随机方向，偶然近似于黄道平面的也有可能，只是几率很低罢了。因此，多数科学家认为这纯属巧合，但也禁不住令人多了一丝神秘感。尽管话题中充满各种惊悚联想，实际上 3DILAS 并没有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根据精确轨道计算，它最近也只会飞到距离地球约 1.8 天文单位的位置，换算约 2.7 亿公里，这相当遥远，大约介于地球与火星轨道之间。预计在2025年12月，它将抵达相对地球最近的点，但也远得让我们肉眼完全无法察觉，只能借助大型望远镜才能找到那一丝朦胧的彗星身影。对普通公众而言，这颗彗星带来更多的是科学兴奋，而非直接的灾难威胁。然而，天文学家仍借此提醒大家应当关注这类星际来客。毕竟，今天闯进来的是一颗无害的小彗星，但未来谁敢保证不会出现一颗直奔地球而来的庞然大物？星际天体高速袭来所蕴含的能量是惊人的。要知道，仅仅在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20公尺的普通陨石爆炸，就造成上千人受伤，威力相当于几百万吨 TNT 当量。试想，一颗直径大数百倍、速度高数十倍的星际物体撞击地球，产生的破坏力将难以想象。因此，人类需要提高对此类天体的警觉，建立更完善的监测和防御机制，包括搭建全天候巡天望远镜网络，完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研发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小天体轨道的技术。我们绝不能对宇宙来客掉以轻心。事实上，人类已经开始演练行星防御。2022年，美国 NASA 执行了首次小行星偏转测试，成功让一艘探测器撞击并改变了一颗近地小行星的轨道，证明我们有能力干预潜在的撞击威胁。然而，那针对的是太阳系内已知的小行星，若换作高速匆匆而至的星际来客，我们需要更灵敏的预警与更强大的拦截工具，才能争取到足够反应时间。这进一步凸显出提升太空监测和防御水准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把焦点拉回到这颗最新的星际彗星本身。3ILAS 截至目前的观测揭示了哪些有趣的特征？首先，它显示出明显的彗星活动。早在离太阳超过6个天文单位，约9亿公里时，科学家就注意到它已经开始释放气体，形成薄雾般的彗发。与奥莫莫当初那种不露痕迹的冷峻外表不同， ATLAS 彗星从远方而来便大张旗鼓，
一路上浑身散发着物质。7月上旬，多个天文台的观测报告确认了它的会发和尾巴。望远镜成像中 ，Atlas 周围包裹着一团淡淡的模糊光雾，呈现略带红色的糊状晕。在会发之外，还隐约拖曳出一条细长的彗尾，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随着它不断接近太阳，太阳光和太阳风势必让彗尾变得更长更亮。透过分析3ILAS 彗星释放的物质，科学家期望了解它的成分是否与太阳系内的彗星相似。初步迹象显示，阿特拉斯会发中带有大量尘埃颗粒，使其颜色偏红，这一点跟先前的鲍里索夫彗星颇为相近。随着它接近太阳，研究人员利用不同波段的光谱观测解析会发成分。在7月，科学家利用红外望远镜在 Atlas 的光谱中检测到了水冰升华的信号。7月底， NASA 的紫外线观测也发现了水汽和氢氧自由基存在的证据，这意味着这颗彗星蕴含着大量的水。除此之外， ITLS 能在离太阳如此远就开始活跃，说明其中可能含有某些比水更易挥发的冰，例如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这与鲍里索夫富含一氧化碳的特点不谋而合，似乎再次印证了它们来自极寒的星际深处。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ATLAS 就是一颗实实在在的彗星。即便它来自别的太阳系，其构成材料与运作机制依然和我们熟知的彗星十分相像。科学家们为此雀跃不已。一位参与观测的研究者表示，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对象可供研究，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有天文学家澄清，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ITLAS 是外星科技产物，它就是一颗有趣的太空岩石，而这已经酷炫至极。科学家也将留意它是否带来任何复杂的有机分子，因为彗星常含有一些生命元素的前体，例如氨基酸或碳氢化合物。3CALAS 来自遥远的星系，假如我们在其中发现特殊的有机物质，将可以比较不同行域之间有机化学的异同。这甚至引发一个更奇妙的问题：星际彗星会不会在宇宙中传播生命的种子？所谓泛种论，假说认为微生物孢子可能附着在彗星或陨石上，从一个行星系漂泊到另一个行星系。如果一颗来自异星世界的彗星正巧撞上孕育生命的行星，会不会把外星微生物播撒到另一个星球上？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实3ILAS携带任何生命形式，但这样的想象提醒我们，星际来客不仅是冰冷的物质载体，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影响着生命在宇宙间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学家对 3IATLAS 的尺寸起初估计颇为惊人。由于这颗彗星目前的亮度相对较高，刚发现时有模型推算汇合直径可能达到20公里。若真如此，这将是个巨大的彗星，体型远超之前的奥莫莫和鲍里索夫。然而，随着更多数据涌现，这个尺寸估计被大幅下修。8月初 ，NASA 公布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确认 Atlas 汇合直径不会超过约 5.6 公里，而且有可能小至仅几百公尺。这么大的误差范围，是因为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彗发反射的阳光，真正的固体汇合深藏在尘埃茧中，很难直接测量。不过，不论5公里还是500公尺，可以确定的是 ，ITLAS 的体积至少比奥莫莫要大，也很可能超过鲍里索夫彗星。因此 3LAS 有望成为目前所知块头最大的星际来客。它体积越大，表面蕴藏的物质也可能越丰富，其所携带的宇宙情报自然更令人期待。那么 3IATLAS 来自哪里？它的故乡在何方？科学家正在积极寻找答案。牛津大学的一个团队运用欧洲航天局的盖亚空间望远镜数据，尝试反推 ATLASAC 在银河系内可能的运行来源。他们的模拟结果显示， ITLAS 的源头可能是一颗年龄超过80亿年的古老恒星，差不多是我们太阳年龄的2倍。这意味着 Atlas 彗星很可能是颗在宇宙中飘荡了数十亿年的老彗星，其诞生可追溯到银河系历史更悠久的阶段。研究人员推测，在它的母恒星系形成早期，或许某次受临近经过的恒星扰动，
或者该系统中的巨行星引力作用，使这颗可怜的小彗星被抛出了原生行星系统，成为一个自由漂流的星际游民。试想80亿年前 ，ITLAS 彗星的母恒星刚刚点亮星火，而我们的太阳还沉睡在星际云气之中。如今沧海桑田，这颗从异乡迷途的彗星与地球文明在广袤宇宙中不期而遇，成就了一段横跨时空的奇妙缘分。在它成为一个自由漂流的星际游民之后，事实上，科学家推测银河系中充满了这样的流浪彗星与小行星，就像当年太阳系形成时，木星等大行星的引力也把无数残余小天体弹射出我们的家园。那些远走他乡的太阳系逃亡者，如今或许正不知在哪片星空漂泊。同理， Atlas、奥莫莫、鲍里索夫这些访客很可能就是其他恒星系在少年时期甩掉的碎片。数十亿年来，他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偶尔闯入我们的天空，又匆匆远去。不难想象，也许在遥远银河另一端，某个文明也正目送一颗奇怪的彗星掠过，而那颗彗星正是我们太阳系早年遗落的碎片宇宙，通过这种方式将恒星与恒星串联起来，实在令人神往。除了年龄和身世传奇， 3IATLAS 另有一些数据也发人深省。前面提到，它的飞行速度极快，相比之下，奥莫莫进入太阳系时的速度约每秒26公里，鲍里索夫约30公里每秒，而 ATLAS 高达60公里每秒，几乎是奥莫莫的2倍。速度越快，意味着它受银河系引力场的束缚越小，也反映出它可能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科学家注意到，在银河系的本地静止参考系下，奥莫莫当年几乎是静止的，是我们太阳系高速撞上了它，而 Atlas 则明显携带着高速相对穿行。这或许暗示它并非源自我们附近的恒星，而是来自银河系遥远区域甚至外围。由于速度实在太高，人类现有或可预见的太空飞行器都无法追上它，只能利用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尽量观测。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天文团队正分秒必争地针对 ATLAS 展开观测，生怕错过任何宝贵资料。再说回那些引人入胜的猜想，面对 3ITLAS 这样的奇特天外来客，一些脑洞大开的推论也不断涌现。在网络上有谣言称 Atlas 彗星可能是伪装成彗星的外星探测器，甚至臆测它对地球怀有敌意。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虽然缺乏事实支撑，却广为流传，足见这颗星际物体激发出公众多么狂野的想象力。甚至某些博眼球的报道言之凿凿地预测 Atlas 将于今年某月抵达地球，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前述主张奥莫莫是飞船的勒布教授也对 ATLAS 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强调 ATLAS 的运行平面与地球所在的黄道面非常吻合，认为如此巧合值得玩味。还有人注意到 ATLASA 飞星以如此高速飞行，却依然保持完整，没有像一般彗星那样在靠近太阳时解体，于是半开玩笑地猜测，这是不是某种先进的外星核动力引擎在推动它？试问，若真有外星探测器造访太阳系，我们能否及时察觉，又将如何应对？眼下看来 3ILAS 并无任何异常表现，一切暂属自然现象，但人们不禁对着夜空想象，也许某天真的会有那么一颗天体忽然减速转向，显露出人工造物的踪迹，那将是人类面临的终极考验之一。然而，这些都只是极少数人的异想天开，主流科学界并未发现 ATLAS 有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异常表现。事实上，目前的观测结果充分表明 3IATLAS 完全符合一颗天然彗星的特征，它释放的气体成分、亮度随距离变化的曲线都和预期中的物理模型一致。目前没有侦测到任何来自 ATLAS 的非自然讯号或电波，它的飞行路线也可以用引力和挥发物喷发作用解释，无需引入额外的智慧力量。回想奥莫莫当年的轩然大波，最终科学研究还是给出了自然的答案。同样的，对于 Atlas， 我们也应该以科学证据为依归，不急着套用外星飞船的剧本。不过，求知和探索的精神仍驱使着天文学家去检验一切可能性。
正如在奥陌陌时，人们曾调动大型射电望远镜对准它，试图侦听任何潜在的无线电讯号。相信这回针对 ATLAS 也会有科学团队进行类似尝试。假如真的存在外星文明的探测器路过我们窗前，我们当然不想错过与之对话的机会。即使最后证明只是一场误会，探索的过程本身依然能大大推动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眼下，全球的天文设施都聚焦在这颗难得的星际彗星上，力图从各种角度挖掘它的秘密。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安排哈勃太空望远镜在今年11月对 SANLAS 进行详细观测，包括紫外波段的光谱分析，以测量其彗发中气体的元素比例，例如硫相对于氧的含量等。另一方面，新服役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也计划在8月和12月各观察一次 ATLAS 彗星，分别捕捉它在近日点前后的样貌。要知道，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时间竞争极为激烈，能为这颗彗星特地腾出档期，足见科学界对其重视。韦伯望远镜强大的红外光谱仪将检测彗星中各种关键分子，例如水、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氨等化合物。这将使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如此深入地品尝一颗外星系彗星的成分。试想，当科学家拿到 ATLASA 的化学谱线时，也许就能回答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这颗彗星所属的外太阳系环境是否与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类似，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成分比例迥异，那意味着其母恒星系行星形成的条件与我们很不相同。反之，若发现它和太阳系彗星差别不大，则显示行星诞生的过程在宇宙间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管结果如何，仅仅能分析第3位星际访客的化学密码，就足以载入科学史册。根据预报，3IATLAS 彗星将在2025年10月底抵达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距离约 1.4 天文单位，差不多在火星轨道内侧。受太阳加热后，它预计会达到最大亮度，随后开始向外飞离太阳。到2025年11月底，它会从太阳另一侧重新出现在地球夜空中，但亮度已大不如前。进入2026年后，随着它渐行渐远，人类对它的观测将越来越困难，终将无法再追踪到这位过客的身影。我们或许永远无缘再见到三塔，它将带着我们收集到的宝贵数据，继续孤独地航行在宇宙深处。然而，它的短暂造访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却是深远的。从2017年的奥陌陌，到2019年的鲍里索夫，再到如今2025年的 ATLAS， 我们见证了3次截然不同却又环环相扣的宇宙邂逅。每一次星际访客的出现，都拓宽了我们对宇宙的想象边界。有趣的是，这3位访客的风格迥然不同。奥陌陌孤身来去，不留痕迹，仿佛一位神秘的独行侠；鲍里索夫温顺常态，轨迹分明，好似习剑的冰雪公主。Atlas 则体格硕大，横冲直撞，如同擂台上的劲旅。他们的对比展示了星际天体的多样性，也让我们意识到宇宙远比想象更奇妙。昔日，我们只能凭空推测其他恒星系统会有怎样的行星与小天体。如今，这些他乡游子将真实的样本送到了我们眼前。我们开始明白，太阳系并非孤立于世，而是置身于一个车水马龙的银河社区。或许每隔若干年，就有陌生的天体掠过我们头顶，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能力发现它们的存在。科学家甚至推测，在任意时刻，太阳系中可能都隐身着成千上万颗这样的外来小天体，它们多数在太阳系边远地区缓慢徘徊，未被察觉。只有少数轨道正好深入内圈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被我们发现并一窥真容。甚至有研究指出，我们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彗星云中，可能早已捕获了一些来自其他恒星系的彗星，只是我们还无从分辨它们的身份。未来若能发现并确认这类外来定居者，将为恒星系之间的物质交换提供最有力的证据。随着巡天技术的进步，这些隐形访客的面纱将被逐一揭开，人类对外来天体的认识也将大大提升。事实上，在我们注意到奥陌陌之前，星际物质早已不知不觉地和地球交汇过。
上文提到2014年那颗疑似星际流星就是一例。美国军方的资料显示，2014年1月，一颗异常快速的火球在南太平洋上空爆炸坠落。推算结果表明，这颗流星以超过每秒40公里的高速冲入大气层，这远远超出受太阳引力束缚的天体所能拥有的速度，因此极可能来自太阳系外。由于是事后才被识别出，它没有得到官方的星际天体编号，但这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动人的启示。原来星际来客曾直接拜访过地球，只是我们当时毫无察觉。近年来，有研究团队对这颗疑似星际陨石的残骸展开了搜寻行动，科学家们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海底，试图打捞它爆裂后残留下的微小金属球粒。初步分析显示，这些微粒的化学成分与典型地球陨石略有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可能正是来自外星恒星系统的碎片。如果这一结论获得确认，那么人类将首度拥有星际天体的实物样本。这整件事听起来颇具戏剧性，但也提醒我们，地球与星际物质的相遇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只不过我们才刚开始去捕捉它的蛛丝马迹。有鉴于此，人类更应积极研究和应对星际来客，它们既可能送来宇宙的讯息，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带来潜在的威胁。面对未来源源不绝的星际访客，我们在欢迎之余也要保持戒备。正因如此，科学家们除了观测之外，还在谋划更进取的行动。例如，有学者提出莱拉计划，设想研制高速探测器去追赶并造访那些匆匆而过的星际天体，直接对它们进行近距离的取样分析。如果未来某颗星际来客的路径和时机合适，我们甚至可以派出航天器拦截，贴身探测其结构和组成，弥补遥远观测的不足。欧洲太空总署则已经批准了一项彗星拦截者任务，预计在2029年发射探测器在太空中待命，等候下一颗彗星造访太阳系。倘若届时再有星际彗星来访，我们就有机会在它匆匆飞过时近距离一探究竟。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或许真能亲手获取一份来自外星恒星系统的原装礼物，那将是划时代的科学盛事。最后，让我们回到这次的3K Atlas 彗星，它的发现既是科学进步的体现，也再次唤起了全人类对宇宙奥秘的热情与警觉。这颗彗星没有带来灾难，但却提供了一则警讯：宇宙之大，无奇不有。我们既要以开放心态迎接知识的馈赠，也要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潜在的威胁。当我们仰望夜空，不妨想到，在遥远的银河彼端，或许也有智慧生命目送着一颗彗星远去。正如我们此刻注视着3 Itos 渐行渐远，一颗小小的星际彗星就这样串联起了两个相隔无尽时空的文明。更进一步设想，有朝一日，当我们终于在某个星际来客身上发现了人工产物的痕迹，又将意味着什么？那也许会是人类史上首次与地外智慧的正面邂逅，令人既期待又敬畏。在那之前，每一颗闯入的彗星、小行星都值得我们倾注好奇心去探索，因为它们都是宇宙送来的明信片，字里行间书写着无垠星辰的故事。如果3 Ilas 彗星能开口说话，它也许会诉说自己的沧桑历程。我来自银河深处，曾环绕一颗古老恒星运行。当年那颗恒星年迈时，将我抛离怀抱。此后，我便展开漫长的孤独旅程，穿越星海，追寻新的阳光。这虽是浪漫的拟人想象，却道出了事实的一部分。每一颗星际来客确实都是一本宇宙日志，携带着其故乡的历史与记忆。对我们而言，他们是极其珍贵的研究对象。我们应当怀着敬意和好奇去迎接他们的到来，从中窥探宇宙更宏大的图景。3 Itlas 带着他的故事来访，如今正徐徐驶向太阳。让我们怀抱敬畏与好奇，静待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人类解开更多谜团，并期待着下一位星际访客的到来。宇宙深处，也许此刻已有新的旅者踏上征途，而我们将拭目以待。总而言之，3 Itlas 从一个独特角度提醒了我们，仰望星空，人类永远有新的惊奇在等待。宇宙不是一幅静止的画卷，而是一场动态的交响乐。星际来客们正是其中跳动的音符，在这壮丽乐章中，人类正学着聆听
并解读来自遥远星辰的讯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下一颗星际天体造访时，我们已做好准备迎接它，无论它带来的是科学的宝藏，还是对我们智慧与团结的考验。